这一天终于来了。10月23日，路透社的一则报道像一颗炸弹一样在全球金融圈炸响。美国政府正考虑限制全球向中国出口任何含有美国软件的产品，从笔记本电脑到喷气发动机都可能受到影响。一句话，中国要被踢出全球软件体系了。这不只是贸易战的延伸，而是科技战争的终极形态。如果芯片制裁是掐住中国的呼吸，那这次的软件禁令就是要直接拔掉中国科技业的生命维持器。很多人还没意识到，这比华为被禁芯片更恐怖。芯片还能买韩国的、日本的，可软件呢？从 Windows、Linux 内核到 CAD 设计、飞控系统、半导体、一代工具，全球90%以上的核心工业软件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。2024年，中国制造业中使用的工业设计软件中 ，Autodesk、PTC、Siemens 的占比超过87%。半导体设计的一代工具 Synopsys 和 Cadence 的全球份额更是高达98%。连国产操作系统统信 US 里都有上千个来自美国的开源组件。换句话说，一旦美国说不许用，中国的制造体系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废铁。就在北京宣布扩大稀土出口限制的第二天，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出狠话，从11月1日起，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0%关税，并禁止向中国出口任何关键软件。这不是喊话，这是宣战。美国的动作是直接冲着北京去的。科技脱钩不再是趋势，而是现实。过去10年，中国经济靠组装全球化起家，手机靠高通，屏幕靠三星，系统靠谷歌，一大靠美国，零件靠日本。如今，如果所有含有美国软件的东西都不能出口中国，意味着，哪怕是日本、德国、韩国的公司，只要用了美国的代码、算法、系统，都不能卖给中国。这等于告诉全世界，要么跟美国做生意，要么跟中国做生意，你选一个。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进口的软件服务超过500亿美元，其中70%来自美国公司。再加上依赖软件的制造环节、研发工具、工业仿真平台，中国一旦被切断，将立刻面临3大崩盘：一、产业链停摆。在航空航天、芯片制造、汽车设计等高端制造领域，几乎没有一个环节能离开美国软件。波音、空客、台积电都用的是美国的 CAD/CAM 系统。中国商飞 C919 的设计文件就是在 Siemens NX 平台上完成的。一旦禁令生效，中国连飞机维修、引擎测试系统都无法运行。二、出口断裂。中国出口的每一台笔电、每一部手机，只要里面用到美国授权的驱动或系统，就可能被定义为违规出口。美国可以直接禁止这些产品进入欧美市场，这对依赖出口的广东、江苏、浙江制造业来说是致命打击。2024年，中国出口总额4.2万亿美元，其中超过28%流向美国与欧盟。一刀切掉，中国制造业 GDP 或将蒸发近10%。三、外资逃离。过去1年，中国已经经历了外资撤离潮。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数据，2024年中国吸收外资总额同比下降23%。而如果软件禁令落地，外企在华研发中心将面临合规风险，撤走是唯一选项。微软、英特尔、德州仪器、霍尼韦尔这些企业一旦抽身，中国的科技产业链将彻底失血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一切的导火索居然是中国自己点燃的。10月9日，中国商务部宣布扩大稀土出口限制，这原本是反击美国的政治动作。
北京想用稀土去勒住美国的高科技喉咙，可没想到华盛顿等的就是这个理由。白宫立刻以报复名义启动软件禁令的评估程序。中国想卡美国的脖子，结果被美国反手掐住气管。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，连报复都要被别人挑时机，连出牌都要看别人给不给吗？稀土出口限制还没见到收益，反倒逼出了美国科技脱钩的核选项。很多人以为软件不过是电脑程序，没什么大不了。错了，软件才是真正的国家命脉。关键软件这个词在美国出口管制清单上有明确定义，它包括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人工智能算法、一大设计、工业仿真平台、核心安全系统等。这些看似抽象的名字，其实渗透在中国经济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。例如，银行的结算系统依赖美国 Oracle 数据库，核电站的控制软件来源于通用电气，医疗设备的算法核心由美国 MATLAB 支持，造船工业的仿真模型运行在美国 ANSYS 平台上。所以，当美国说要限制任何含有美国软件的产品出口，那意味着中国整个工业体系，从金融到制造，从能源到医疗，都将被同时断电。设想一个场景，11月1日，美国宣布禁令正式生效。此刻，中国的科研机构、半导体厂、造车新势力全都面临一条共同命运：软件许可证失效。一旦许可证被吊销，系统立即停止工作。这不是科幻。2022年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，微软、Adobe、Autodesk 全部撤出俄罗斯市场，数百万台设备的软件失效，连莫斯科地铁的信号系统都一度瘫痪。如今，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俄罗斯。失去美国软件的支持，中国的科研院所、制造企业、政府机构将被迫停用全球通用系统，重新搭建国产替代。可现实是，国产替代才刚刚起步。中科曙光的操作系统普及率不到 3%， 华为鸿蒙在工业场景下的兼容性问题仍在测试阶段，真正自主的工业级软件几乎为零。如果软件禁令生效，中国最先崩塌的不是制造业，而是金融系统。为什么？因为银行系统几乎100%依赖美国软件生态。目前，中国4大行的核心账务系统大多基于 IBM 大型机运行，而 IBM 的软件底层仍是美国专有架构。据中国金融信息化白皮书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商业银行中，92%的核心系统依赖国外数据库，主要是 Oracle、IBM DB2 和 Microsoft SQL Server。一旦被禁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银行账户无法结算，跨行支付中断， ATM 机离线， POS 机宕机，外汇交易系统瘫痪。那一刻，中国将被迫回到现金时代。别以为这是夸张。2022年，俄罗斯被制裁后，短短48小时内，全国2.3万个 ATM 离线。现在的中国，如果连支付宝、银联、工商银行的系统都无法运行，那不仅仅是金融危机，而是国家级系统性崩盘。在芯片行业，软件是灵魂，没有一大工具就造不出芯片，而一大市场被3家美国公司垄断 ：Synopsys、Cadence、Siemens。这3家公司合计占全球市场份额 98%。2024年，华为的麒麟芯片刚刚恢复量产，却依然要靠一代工具来完成设计验证。一旦软件许可证被吊销，中国所有芯片设计企业都得关门大吉。中芯国际每年支付超过3亿美元的一大授权费用，长江存储、紫光展锐、比亚迪半导体等企业也全依赖这些美国软件完成设计。
这些软件不只是安装包，而是实时联网验证授权。一旦美国禁用，中国厂商甚至无法打开项目文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芯片产业链从设计到制造立刻全线停摆。过去10年，中国投入的超1.5万亿元芯片补贴，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这不是打击，而是抹除。从珠三角到长三角，中国有超过2000万家制造企业，他们都使用 CAD、CAM、CAE、TOM 等美国工业软件。这类软件每年成本动辄数十万、上百万，但没人能离开。举个例子，比亚迪、吉利的汽车设计平台全部基于 PTC Creo、Siemens NX、AutoCAD。中车集团的轨交仿真系统用的是 NC、MATLAB、Simulink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的监控系统依赖美国的 Schneider 与 GE SCADA。如果禁令落地，这些软件的许可证将失效，更新被停，技术支持中断。一个设计文件打不开，一个算法报错，整个项目就会停工。工厂不能开机，流水线不能调试，连机器人的控制系统都因操作系统无法更新而瘫痪。这将是一场比疫情更可怕的工业停机潮。没有生产，没有出口，中国的就业市场、地方财政、供应链都将陷入黑暗时代。面对美国的核级封锁，北京不会坐以待毙。消息人士称，北京高层内部正在酝酿3步反制：一、全面终止稀土出口，扩大至包括蓝、铯、铝、锑等关键稀土元素；二、冻结美国企业在华资产审查，针对苹果、特斯拉、波音；三、启动网络战与数据封锁计划，准备切断美国企业在华的云计算接口。但问题是，这些反制手段能伤到美国，却会反噬中国自己。稀土出口一停，日本、韩国、欧洲的企业立即转向澳大利亚与美国矿企。冻结苹果、特斯拉只会吓跑更多外资。而网络战一开，全球金融机构会立刻对中国断链。中国想打对等报复，结果只能变成自我孤立、自我封锁、自我衰败。有人说，中国不是有信创工程吗？不是在搞国产化替代吗？没错，从2020年开始，中国确实砸了大钱。仅信创工程一项，财政投入累计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。国产操作系统统信、US、银河麒麟，数据库达梦、人大金仓，办公软件金山、WPS、永中、Office。听起来很热闹，但现实残酷。这些国产软件在政府机构的装机率还不到30%，在工业企业中的使用率更低，不到5%。而且，就算完全替代，也只是能用，不是好用，性能落后，兼容性差，生态薄弱。国产软件的开发者数量还不足美国的1/10。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直言，我们现在不是在补课，而是在造字。软件的代差不是3年、5年，而是20年。这不是悲观，这是现实。金融要崩，制造停工，出口断链，资本外逃，技术冻结。这一切正像一场巨大的明斯基时刻在逼近。也许今天的中国还在辩解我们能自力更生，但事实是，连系统的许可证都掌握在别人手里。这不是战争的开端，这是一个科技帝国的停电时刻。未来的几十年，中国或许能造出自己的芯片，但想造出自己的软件灵魂，恐怕还得等20年。